欢迎来到《使徒行传》，我是皮波。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到台南的永福路，来买这一家台南的传统糕点哦，就是老一辈的台南人都知道的全季状元糕。全季状元糕就在永福路2段31号，就在美术馆旁边。各位这边可以看到，现在是没有招牌的哦。在他们的后方，现在开了一间 UIJ 饭店，就是友爱街旅馆哈。年轻人很喜欢来这间旅馆，相当的有文青气息。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全季状元糕现在是没有招牌的，可是我记得以前一直都有招牌哦，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老板娘已经拆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状元柜哦，翻成中文就是状元糕啦。因为这个果字呢其实不好写，所以我接下来都会以状元糕来称呼。那全季状元糕呢，本来它是一间米行的，在上一代老板他本来是卖米哦，在卖米的时候呢，顺便来做这个状元糕。其实现在知道这家店的人不是很多了哦。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状元糕的制作器材，非常的简单哦。好的，很有个性的老板娘哦，问我要买什么，我点了3颗芝麻，3颗花生，老板娘很快就开始做了。全季状元糕最大的特色就是现点现做哦，而且速度很快，我们站在旁边就可以看到它完整的制作过程。全季状元糕是很有历史的哦，已经开了70多年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老板娘会先把手工磨好的糯米粉放入特制的这个木头模具里面来铺底，然后再用竹片轻轻挖一个洞，在上面放进花生粉或是芝麻粉。接着把模具放到这个高温的蒸汽孔上，大约几秒钟之后，白烟冒出来了。制作速度很快哦。我每次看老板娘做这个，我都觉得很舒压哦。这个东西很好玩，因为像这样的糕点制作过程非常的特别，所以其实很多人来买状元糕是为了看这个制作过程，因为非常的真的很可爱哦。你可以看到老板娘现在打开它，然后老板娘用夹子把它夹出来，这样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其实制作过程蛮好玩的，而且有一些店家的这个模具呢，其实蛮特别的，很可爱。那全季状元糕的制作模组呢，没有什么花俏的部分，就是传统的木头模具，看起来其实蛮像火箭的哦。我小时候来这边买状元糕的时候，我总觉得那是一颗火箭哦，不晓得会不会弹起来，蛮好玩的。然后呢，我们老板娘呢，这个手速非常的快，你可以看到哈，动作很快的。那老板娘因为比较害羞，她不喜欢别人拍她啦，所以为了尊重呢，我也不把老板娘的声音放出来，也没有让她露脸了。不过老板娘其实是蛮健谈的一个人呢。我每次看老板娘在制作状元糕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舒压，因为她的动作非常的利落哦。那像这种木头模具呢，早期是竹子做的，会带竹香的，现在会用莲雾木来做，口感不太一样。那全季本身因为它是米行的关系，所以它选米是很讲究的，它是用蓬莱米跟再来米混合，用新旧米来做搭配，所以它磨出来的粉其实特别香哦，比别家的状元糕来的更香。好的，老板娘很快的就把状元糕给我了。那我在离开之前呢，先来附近看一下，走一走。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 UIJ 旅馆，其实直接取谐音就是友爱街旅馆啊。这个旅馆它是新开的，建商是把巷子里面的地全部买下来，然后盖了一间这个饭店，其实不小哦，盖的还蛮大的，而且里面的装潢也相当的文青，年轻人非常喜欢来。这间饭店在假日的时候订不太到位置的哦。而你如果从左前方的巷子出去，你就会看到汤德张先生的故居，现在已经盖好了。好的，我们现在把状元糕买回家，立刻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状元糕排列在一起，一共6个哈，小巧可爱。那为什么叫状元糕呢？因为它的外形很像古代的这个状元所戴的帽子，所以叫做状元糕。后来呢，因为名字很吉利的关系，所以早期的考生都会买状元糕来吃。那全季米行的初代老板呢，是一边卖米，一边在店门口摆着蒸炉做状元糕的，一做就是40多年哦。很多台南人是从小吃到大的，而我也是。大家长大之后还会特地回来买，吃的不只是点心，更是童年的味道啦。如果你是台南人的话，你爸爸妈妈大概小时候都有吃过这个状元糕，因为它在市区里面正中心嘛，在永福路上，所以很有名哦。那这道点心随着福建泉州、漳州的移民来到台南，渐渐成了府城的传统小吃。因为名字很吉利嘛，所以以前在联考的考试季节呢，很多家长都会来买，希望孩子能够金榜题名啦。状元糕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新，它其实是一道甜点嘛，它是甜品的糕点，它里面其实就是糯米、糖粉，还有芝麻或是花生粉嘛。其实它吃起来是蛮甜的，但是呢，它的这个甜是一种很淡雅的甜，跟我们现在一般加果糖或糖浆的甜点蛋糕是不同的。
所以你在吃状元糕的时候，感觉上会很顺口、很舒服，不会觉得太甜腻啦，不会很腻的感觉。这个状元糕呢，其实热的吃非常舒服，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我特别爱来买。不过呢，它冷了之后有另外一种口感，因为冷了之后会变得更为 Q 弹，因为是米的关系啦，所以冷掉的状元糕可以说是另外一种风味。简单说就是热的状元糕是柔软滑顺的口感，而冷却后的状元糕呢是 Q 弹的口感。我建议大家2种口感都试一试哦，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好像是不同的点点一样，是可以一颗接一颗的马上吃完的哈。6颗其实对我们男生来说是不太够的。而这个状元糕呢，当然呢也是一个配茶点，甚至拿来配咖啡都还蛮适合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配热茶来吃的哦，因为这个口感会很温顺，相当的舒服。如果你是喜欢吃甜点的人呢，我建议你一定要来买全季状元糕。你只要吃了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清新淡雅的这种甜，是很舒服的一种甜，就可以感受到用传统砂糖制作的甜点跟现在的果糖糖浆制作的甜点是不一样的。那我这一次来买呢，老板娘在做的过程中跟我有聊过，她其实是有说现在的生意真的不太好了，因为年轻人比较不吃这个状元糕了。其实我个人有点担心，老板娘可能是已经不太想做了，因为她也有年纪了嘛。那这个技艺如果没有人传承的话，大概会在这边结束，有可能就会这样把店收掉了。所以呢，我在这边也要推荐一下，如果喜欢吃甜点的朋友，还有从外地来到台南的游客，如果你刚好有住在友爱街旅店附近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来支持老板娘，让这个台湾的传统点心呢可以继续传承下去。作为一个喜欢吃甜点的人，我真的希望这份甜点可以继续的流传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面。好的，看小哥，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